雨点开始稀疏地敲打在货车箱顶，发出细碎的哒哒声。行人们纷纷找到可以遮雨的地方躲避。我握紧方向盘，深吸一口气，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。货车在逐渐密集的雨幕中穿行，雨刮器以最大频率摆动，仍难以完全看清前方的路况。透过模糊的车窗，我看见路边一对情侣正狼狈地用皮包挡在头顶，衬衫被雨水浸得湿透了。还好赶上了最后几分钟，把油轮拿到手了。我喃喃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方向盘，雨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大。原本稀疏的雨点已经连成雨丝，在车窗上划出一道道水痕。系统渐变悬浮在视线前，正中央那个巨大的油轮图像让我感到一丝安心。但我知道，如果不在水深前将油轮释放到合适的位置，再先进的船只也只会成为搁浅的废铁。港口，必须去港口！我在心中默念着。拐上了通往港口的高速公路，雨幕中其他车辆都打着双闪缓慢行驶，只有我这辆货车依然保持着正常速度。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紧接着雷声轰鸣，暴雨终于彻底爆发，雨水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，能见度瞬间降到不足10米。我不得不降低车速，紧张地注视着前方道路。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，里面正在播报着关于这场大雨的报道。本市遭遇特大暴雨，预计将持续4到5个小时，请各位居民注意安全，减少出行。我笑了，4、5个小时。事实是这场大雨会下整3年，雨水中已经开始积聚在低洼处，车轮碾过时溅起巨大的水花。我看了眼系统时间，距离暴雨开始才过去不到20分钟，路面已经有了明显积水，得快点了。我咬紧下唇，小心地加速。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，我看见几名交警正在冒雨指挥交通，积水已经没过他们的脚踝，但仍在坚持工作。我的心中泛起一丝苦涩，他们还不知道这雨永远不会停了。越靠近港口，路况越糟糕，某些路段积水已经达到小腿深度，少数车辆冒险涉水通过，更多车辆选择绕道或停滞不前。还好我今天开的是货车，底盘很高，发动机不会因为进水而熄火。手机在副驾驶座上不停震动，屏幕上潘启的名字固执地闪烁着。我单手握住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摸索着按下蓝牙耳机的接听键。